在一个老街上有一个铁匠铺，铺里呢住着一位老铁匠。由于没有人再需要他打制铁器了，他就以卖拴狗的链子为生。他经营的方式非常古老，人坐在门内，货物呢摆在门外，不吆喝也不还价，晚上还不收摊。无论什么时候从这儿经过呀，人们都会看见他在竹椅子上躺着，微闭着眼，手里拿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旁边呢还有一把紫砂壶。他的生意没有好坏之说，每天的收入正够他喝茶和吃饭。他现在老了，也不需要什么多余的东西，因此他也非常的满足。有一天呢，一个古董商人从老街上经过，偶然间看到老铁匠身旁的那把紫砂壶。因为那把壶古朴典雅，紫黑如墨，有清代制壶名家戴振公的风格。他走过去，顺手呢端起了那把壶，壶嘴内有一记印章，果然是戴振公的。商人惊喜不已，因为戴振公在世界上有捏泥成金的美名。据说他的作品现在仅存3件，一件在美国纽约州立博物馆，一件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件在泰国的某位华侨的手里，是他1995年在伦敦拍卖市场上以60万美元的拍卖价买下来的。古董商端着那把壶，想以15万元的价格买下它。当他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老铁匠先是一惊，然后呢又拒绝了，因为这把壶是他爷爷留下来的，他们祖孙3代打铁时都喝的这把壶里的水。虽然没有卖壶，但古董商来的那天老铁匠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这把壶他用了近60年，并且一直以为是把普普通通的壶，现在竟有人要以15万元的价格买下它，他有点想不通。过去他躺在椅子上喝水，都是闭着眼睛把壶放在小桌上，现在他总要坐起来再看一眼，这让他非常不舒服。特别让他不能容忍的是当人们知道他有一把价值连城的茶壶了以后呢，总是涌破门，有的问还有没有其他宝贝，有的甚至开始向他借钱，更有甚者晚上也推他的门。他的生活被彻底的打乱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这把壶。当那位商人带着30万现金第2次登门的时候呢，老铁匠再也坐不住了。他招来左右邻居，拿起一把斧头，当众就把那把紫砂壶砸了个粉碎。现在呢，老铁匠还在卖拴小狗的链子，据说今年他已经101岁了。老铁匠的内心随着茶壶的升值而波动不平起来，生活中原有的宁静和安详也被打破了。很显然，这突如其来的好运并没有给老人带来快乐，相反，老人的内心却承受着煎熬。在沉思之后，老人终于悟得了虚空的禅机，也是在老人举起锤头的那一刹那，他找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那份安详和宁静。不管你选择了什么为道，如果将其视为唯一重要之事而执着于此，就不是真正的道。唯有达到心中空无一物的境界，才是悟道。无论做什么，如果能以空明之心而为之，一切都能轻而易举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欢迎您下次再来，感恩。